外国媳妇好吃惊，台湾婆婆超 nice。婆婆忽然叫住我，然后塞了3000块给我，吓到了，因为在土耳其这不可能会这样。婆婆会因为你们的外国人的那 foreigner 的身份，会对你们特别 special 吗？会原谅一些可能你不懂，对，或者是我一些行为，婆婆已经放弃了。台湾餐桌文化，媳妇先吃合理吗？婆婆只是晚上那个跟大家说早餐，我说我肚子饿，然后婆婆说你可以啊，你先吃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没礼貌吗？会一起吃吧？一起啊，一起啊。可是第一次吃的人可以选很多自己想吃的嘛，肉也可以抓自己的。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想一个人先吃？他只是来这边要通行证的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哎呦，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婆媳问题一直始终难解。哎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4位外国媳妇儿哦，厉害了，每个来台湾呢都在5年以上啊，就要来分享一下遇上台湾的婆婆啊，在文化冲击之下发生哪些哭笑不得的趣事。哎，欢迎他们出场，来介绍第一位，来自日本的润子。我的姐妹啊，哎呦，好像你们两个。欢迎来自哈萨克的可欣，欢迎。哎呀，来自荷兰的 Stella， 哇，来自土耳其的谢玛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最少的这是谁嘛了？最少5年，最少都有5年了。哦来自土耳其，可欣哈萨克来的也6年多了。哈萨克应该是在中亚洲，算中亚洲，离土耳其不远，对吧？不远，不远。哦，也不太远哦。然后 Stay 来的来9年了，哦，那个最擅长勾大曲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吧？擅长勾大曲。对啊，润子来16年了。对呀，4岁的时候来的，刚满20岁。现在自己在 Q 自己什么？我4岁就来了。现在刚满20岁，对，会骗人。没有啊。学到台湾人有一点那种很皮很油，哎，日本人都像你这样皮皮的吗？会吗？日本是啊，都是跟我一样，都是那个比较。又来了。你们俩长得真像哈。真的哎，我自己也觉得。你们俩大概有七八成，至少7成像。既视感很像。哦，7成像。对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这个，因为不容易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习惯。来，我们的环节就是婆媳观念差很大。哦台湾婆婆让我不习惯。我觉得最不习惯，我婆婆很爱打包。台湾长辈真的很爱打包。土耳其不打包的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吃剩下的就放那边，就浪费，剩下的就浪费，就会觉得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因为你是去餐厅吃饭啊，所以吃不完就吃不完啊。因为那是我花钱的，我吃不完我要带回家。所以如果吃不完就不是你一定要吃完。所以我如果要吃完了，对，我基本上所以你们不太会剩菜，你们都会吃完。我一定要对。OK，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们都习惯点一些个人的分量，没有这种桌菜，就是10个人一桌，然后有好多菜。对，你会像我们台湾这样一大盘啊？对，我们家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。一个人这样。它是每个人一份一份的。对。哦，那当然不会剩啦。但是像是我婆婆，不管是剩多少，剩几口也会打包。剩几口也会吗？那他打包回家会吃吗？会啊，也会吃，也会啊。所以剩几口为什么要打包？你问得很好，因为有人打包都回去倒掉了。对啊，有人打包回去他也不吃，那还不是浪费？对，浪费了。也是对。哦，打包剩菜你不习惯？你们的婆婆会打包吗？会，也会。可是我也会啊。可能荷兰人比较。荷兰会打包。9年了。荷兰会打包。荷兰其实我认同，好像国外比较不会打包。对。那我觉得浪费啊，最近比较会，我觉得，因为最近就是环保这个比较被重视的。哎呦，荷兰打包，哈萨克会打包？不会。也不会。所以你也看不习惯，也不习惯，应该是因为我们哈萨克 portion 也比较少。所以大家都可以吃完了。哦，分量比较少啦。对。哦，然后不是一大份一大份的。对。那你们有参加过台湾的喜宴吗？有。
有些长辈是菜一上来他就说你们要吃吗？不要哈，那我要打包了。这比较少，现在这样的人比较少。还是有，有啊，我有看过几次。哦，那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有点奇怪。日本打包吗？日本是不行，不能，因为这是危险，因为有怕餐厅那个中毒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日本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有人讲过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台湾的，我觉得很好的地方。对啊，那所以你也会打包？会带回去啊，可以吃1个礼拜啊。你去哪里吃饭？会剩那么多啦？可以吃1个礼拜。你都去哪里吃饭啊？你会不会包的太多了？到这里吃1个礼拜啊？所以婆婆要打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。我们有一天就全家人一起去餐厅吃饭，因为我才来台湾的时候，前半年都住在婆婆家。然后我们一起去餐厅之后，吃完之后，我发现我婆婆就开始跟服务生要塑胶袋，然后开始把剩下的菜打包，然后问我你还要不要吃？如果吃不完，我帮你带回家。OK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超惊讶，因为在土耳其如果去餐厅吃饭，就大家通常不会把剩下的菜带回家，会觉得不好意思。然后而且再次加热过的菜也不太健康，但是我婆婆不觉得奇怪，然后还问我这个你还要吃吗？如果不吃不完，我就帮你带回家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那时候觉得有点丢脸，不好意思。哦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我偷偷问老公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吗？这样不会不新鲜吗？然后老公说台湾人就是这样习惯，有些人还甚至自备保鲜盒。对，这个更奇怪，就是他打定主意，今天就是要来打包。不会，如果我决定今天来吃饭，我就是要剩。对，我就是要包，对不对？对。除非真的不想打包，那点就点少一点。那没吃完打包，这个是不想浪费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我还是没办法了解。你现在做了5年了，还是不习惯？就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。对。不会啦，在台湾不会。那就都让给婆婆。而且在台湾你说打包，他们还会多你知道意思吗？对。好客人。所以他会觉得你好像你不喜欢他做菜。有一点，你的中文很好哎，谢谢。你才来5年呢，很厉害。你有些语气啊、讲话反应都很好。你会说超惊讶哎，这个很口语哎，是吗？而且他会讲好客人，他会搭配手势，好客人，好客人。我想要拍广告。对，顾小孩是好。不能按表操课。哎，你知道你写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对，我们的哈萨克人应该是比较习惯你照顾小孩，他们已经在我的家比较特别，应该是在我的家比较 strict， 在我的家我们一定有一个行程。所以我的小孩都是一样的时间起来，一样的时间吃饭、起床、全家人都同一个时间做一样的事情。对，因为对我们说，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对小孩比较好，对他们的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比较好。神经系统发展。神经系统发展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在哈萨克，我们应该是一般的人，我们的小孩都是9点半已经要去睡觉。可是我觉得在台湾，我看到很多妈妈，他们的小孩都是11点、12点还没去睡觉，我就是不是很晚呢？太晚了。对，我觉得太晚。你们不是觉得太晚了吗？就是稍微晚了一点。如果隔天是假日，我偶尔会让孩子晚睡。假日，隔天是 weekend。平日大概9点要上床。对，然后我婆婆也是这样，她应该一刚开始，现在她比较习惯。你们是跟婆婆住在一起吗？不是，没有。对，不是。你的小孩多大？快4岁。4岁一个。快是2个双胞胎。双胞胎是自然的吗？还是人工？一男一女。龙凤胎，对。哇哦 ，good， 好，太棒了。应该是也是因为双胞胎要顾2个比较累，所以行程也很重要。对，一定要有个规矩。不要哥哥睡了妹妹不睡，对不对？对。或者是他要吃饭他不吃饭。对，我刚生他们的时候，我女儿都是一直起来，晚上时候都一直起来，我儿子睡觉，然后白天儿子不睡觉，女儿都一直起来。两个孩子习惯不一样。
哦，麻烦。对，那时候我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啊，这样真的会忧郁症哎。一直哭。可是开始这样，开始那个 routine 时候，从那时候越来越好，他们也可以过夜，可以习惯，所以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他们已经习惯。可是那时候一刚开始，我婆婆也不太懂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这个时间就是离开，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，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吃饭，还是一起去玩，还是过年后，应该是过年更特别，因为对大家都习惯过年应该是可以很晚可以熬夜，要不睡觉的。对，可是那时候我还是说我们还是要早一点出去。有因为这样子跟婆婆一点点不愉快吗？应该是她一刚开始有点不懂，可是她也没有说是哦，你们一定要跟我们玩，对他很客气，他会坚持，还是对，因为他也会了解小孩子很重要，他们的健康也很重要。因为以前他们也是有时候要来看我们，婆婆要带菜给小孩子吃饭，但是可能是5点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，他们6点要去吃饭，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说不好意思，他们还不饿。我为什么还不饿？我在看时间。哦，婆婆想拿东西给小朋友吃。对，可是他们还不饿，那时候时间还没到。你不给小朋友吃零食吗？应该是现在 OK， 现在就是我们不给他们吃辣的东西。辣的。对，辣的东西。哈萨克不吃辣吗？我们不吃辣。哦。对，哈萨克没有吗？对，哈萨克没有辣的料理。应该对台湾人说没有辣。对，可是你们离新疆很近，对不对？很近哦，对，很近，离新疆很近啊。对，可是还是我们有很多大陆的餐厅 ，OK。可是我们哈萨克菜里面比较没有辣，对，比较没有辣，对，好特别哦。他们那个地方的纬度啊，得天独厚，这边的羊肉料理特别好。哦，他们的羊肉感觉是不是以前也是那种游牧民族？哎，他们是放养啊，喝血水的那些马肉也是马肉，对，我们吃马。哦，他们那边羊也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吃过吗？当然没有，欢迎来，因为太远了，欢迎来。那你从那个地方，哇，那地方纬度很高哎，你来台湾会不会觉得台湾很热？超热，应该跟 Stella 一样吧？我每个夏天很不开心，台湾很热哦，一直很生气，去外面一直很生气，太热了，又热又湿。那前一阵子台湾的寒流这么冷，都每天都是10度、12度这种，他都穿吊带。夏天。你们如果家里的孩子要他规定时间吃饭或规定时间睡觉，你们的婆婆会支持你们吧？我就会利用儿子离开婆婆家，如果想要回家。哦，委婉的说，婆婆多半都在乎孙子了，对，你们多半都会，婆婆都不会管嘛，对不对？都会说都给，对不对？这婆婆都会。对，因为你们是嫁来台湾，婆婆会因为你们的外国人的那个 foreigner 的身份，会对你们特别 special 吗？特别会不会特别好？特别穿戴，会不会？应该会，我觉得有吧，有吧。尤其你们又会说国语，他更喜欢你们了。对，这样就没办法吵架。对。你国语这么好，可以吵架，你一定很会吵架。听不懂。很皮，5年我听不懂，中文不好，事实上都听得懂。我觉得会耶，我觉得会原谅一些可能你不懂，对，或者是我一些行为，哎，都会原谅你。对，我也觉得会。我也觉得会。日本尤其，我们台湾喜欢日本，我应该对你特别好吧？应该是婆婆已经放弃了。没救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婆婆为什么放弃？因为好像是婆婆以前有说过，因为呢我家的媳妇是外国人，放弃什么？可是关系很好，我也喜欢她，她也很喜欢我。哦，这样子对。你喜欢婆婆放弃你了，我知道。哦 ，Stella 来了9年了，不习惯哪件婆婆的事？台湾婆婆让你不习惯什么事情？我是觉得我婆婆很有她的坚持因为我一般来说吃素，就是尽量不吃肉，但我有时候还是会。你是 vegetarian 还是 flexitarian？ 你有听过吗？哦，现在有这个名词啊。对，有这个名字，它就是像锅边素你有时候还是会吃一点点肉，就是锅边素。对。哦。可能类似锅边素，但
锅边素还是不会吃肉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一个汤，锅边素如不吃肉果汤里面有煮过肉，他就是会喝那个汤。可以对，那就锅边素。对，那我比如说小笼包，我还是有吃过，我还是会想要尝试一些 OK 没吃过的东西。对，台湾好吃的东西这么多。对，就是觉得，但自己煮饭，我不可能买肉，我不可能煮肉，就是尽量不吃肉。OK。可是可能我这个状况对我婆婆来说比较麻烦，对，比较复杂。到底吃肉还是不吃肉？对，有点模糊。对，有点模糊。所以我觉得他会利用这个空间去说服我吃肉，因为可能对长辈来说，肉还是最好。以前吃不到、买不到，现在可以吃。他就是希望我可以跟着吃肉，所以他可能会剥虾子啊，然后放在我碗里面，然后我就没关系，你吃。对，所以到现在一直都还会这样。对，我们认识快10年了，他还是会这样。他也希望他不希望你偏食啦，就是不希望你只吃什么东西。他会很常跟我说，那你的蛋白质是从哪里来的？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蛋白质啊，豆腐啊，对，豆腐啊，什么豆类都有，香菇啊，对啊，鸡蛋呐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上次他煮了一道菜叫做麻油腰子。然后我就一看我就觉得这个我完全不敢吃，内脏类的你是完全不会碰的。那个我真的不敢吃，我觉得应该很好吃哎，你喜欢？喜欢，那很好吃哎。他刚刚讲的这个是叫做奇怪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麻油腰子，麻油腰子。那婆婆会要你们吃一些你们没有吃过的特别的东西吗？有没有？应该还好，因为也是因为宗教的关系，像我没办法吃猪肉。你不能？你是回教吗？对，回教，不能吃猪肉。你有没有？烧酒鸡啊，烧酒鸡，对，烧酒鸡，那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，因为它这个我不能吃。哈萨克人会喝酒吗？有，所以那个烧酒鸡 OK 啊。应该是口味，我吃这个我对就是因为它全酒口味太重，连我们都有点受不了。挥发掉就好了。我很喜欢这些麻油烧酒鸡，可是我就是不吃那个腰子，对我就喝那个汤。OK 啦，OK 啦。你的国语讲得很好哎。对啊，谢谢。你好像上次也有说过。对，你国语真的。因为我只要称赞就会称赞，我不会说上次称赞下次。就是你的那个4声都发得很准。哦，谢谢。我发音发得很好啊。腰子。可能跟润子差不多。还有咬字。他是我老师。润子差太多了，润子。我觉得很差哎。他很差哎。你疯了？他本来想说他来16年应该他很差。他讲的快比薛马还差了。很差。怎么会？我不敢相信。怎么那么差啊？好，你来台湾，哪一个部分让你最不习惯？我的是这个。你干嘛？对，你这个在炫耀吧？日本很像吃饭的时候也会点很多啊。没有，日本也没有共识。就是那家里吃的时候因为呢，我的婆婆是真的很会煮菜，因为她也是以前也在那个花莲开餐厅的，所以真的很专业的。所以她通常煮饭的时候也是有鸡肉啊、猪肉啊，还有鱼啊，还有青菜。你是说平常每一餐都这样吗？对，都有。他刚听他讲，他说我婆婆煮菜习惯鸡肉、猪肉、鱼啊，青菜。他煮这么多青菜啊！真的，桌子上都是菜啊，还有一定要都像过年一样。对。然后呢，每个那个吃完之后啊，那先收盘子，然后拿水果来。可是怎么吃得完？叫他婆婆去打包。对啊。台湾餐桌文化，媳妇先吃合理吗？婆婆只是晚上那个跟大家说加班，我说我肚子饿，然后婆婆说你可以啊，你先吃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没礼貌吗？会一起吃吧？一起啊。可是第一次吃的人可以选很多自己想吃的吧，肉也可以抓自己的。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想一个人先吃？担忧。他只是来这边要通行证的。吃完之后啊，那先收盘子，然后拿水果来。可是怎么吃得完？叫他婆婆去打包。对啊。所以我觉得很丰富。你们留一下 line 啊。反正婆婆会去的。很丰富。对。因为日本料理的话，我们有一个紫菜，那比如说有肉的话，那就不用鱼，那选一个就好了。一种肉类。对，紫菜还有青菜。那不是很无聊吗？没有。
对，对台湾人来说很无聊。对啊，你那个鳗鱼饭，可是就是个鳗鱼饭呢，鳗鱼饭什么都没有哎，然后就配一点。日本人不是不爱吃青菜吗？喜欢，我们都吃小菜啊。对啊，都是小味道比较清淡的那种的小菜。你们没有这种炒青菜啊，热炒很少，他们没有。我们是汤的，所以呢，对老公来说，因为他从小吃这么丰富的菜嘛，所以对他来说，我煮的日本料理是很无聊。所以我无聊吗？对，所以老公也放弃你了。没有放弃我啦。所以呢，我煮饭的时候啊，他每次拿肉松跟牛肉干，然后配白饭吃。所以我觉得拿牛肉干配白饭，无聊到这样，这样子让我好生气吧？对不对？拿牛肉干配白饭，对啊，这个很侮辱人。你做的什么菜不好吃啊？好侮辱人。因为我为了家人啊，那比较那个清淡啊，然后晚上也不用吃这么多，所以你觉得不习惯，就是婆婆太会做饭，每次都准备太多菜。然后跟婆婆吃醋，因为常跟朋友吃哦，跟婆婆吃醋，对，因为她老公吃妈妈的菜就特别开心。对啊，吃她的都只有白饭配牛肉干跟那个肉松。是另外一个我想要确认的事情。你要确认什么？事情是，因为我去婆婆家的时候啊，那我等婆婆吃饭嘛，然后呢，婆婆吃完饭，那个跟大家说加班，然后呢，我肚子饿了想吃，可是呢，公公在客厅还在看电视，那我的老公也是做别的事情啊，那婆婆也想要先厨房清理干净。所以呢，大家还没开始吃的时候，因为我说，我肚子饿，然后婆婆说，你可以啊，你先吃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没礼貌吗？为什么你家里怪怪的？为什么？公公看电视，老公忙自己的，婆婆准备收厨房，婆婆在收厨房，然后叫我先吃饭。你们家为什么怪怪的？没有，那时候她婆婆说，肚子饿的人先可以吃饭。有吗？你们会分开吃吗？会一起吃吧？一起啊，一起吃吧。有时候会不一定，因为我们去公婆家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婆婆她很辛苦，她应该是我们的菜都好了，可是她还是要煮东西，还要煮东西。我跟她说，我可不可以帮忙你？妈妈，你做一下，我们一起吃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起吃就好。她说你们吃，我等一下来，然后很久不做。台湾妈妈很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她只要准备的差不多，可以吃了，你们吃，我再弄一个菜。不要助长这种风气。不要啊。因为你这样会让身为女儿的人看到，就会觉得我以后嫁去别人家，我也都要这样，好像一种没有自己的感觉。要就是我做一些菜出来，然后我也出来跟大家一起吃一吃、喝喝酒，再继续忙一忙，然后再出来，就是要有那个参与感。没有人等我。那我有一个疑问呢，你也要确认什么吗？因为我想要确认的是，你们对于嫁来台湾之后要叫老公的妈妈叫妈妈，你们会不习惯吗？一开始会，可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轻松。可是是一个你从前几十年从来没有，他是一个陌生人，然后突然要叫他妈妈，你们不会不习惯吗？会不习惯。对啊。会吗？你会不习惯的举手。应该是刚开始大家都是不习惯，因为我会觉得对我妈妈有一点不公平。对我们对你妈妈不公平。他本来是一个陌生人嘛。对啊。所以那时候我老公一直叫我，你要叫妈妈，你要叫妈妈。然后我就，那这样子想起来，对耶。嫂嫂也会这样觉得吗？没有，一开始是我叫他，因为常常他妈妈在我们家，我叫妈，他们两个就一直回头。我一叫妈，他们两个就一起回头。我刘妈，我就后来刘妈，他就知道所以大家就当两个妈妈在的时候，这样叫比较能区分了。因为叫妈两个回头就很尴尬。对，所以我叫我婆婆美女，要说你这你遮你。你早餐店阿姨了，美女所有人都回头了。所以我叫我婆婆，我不是叫妈妈，我就叫妈，这样就是语调不太一样。妈，就给她一个分别这样子。好了，你刚刚的事情确认了没有？确认了吗？她重点就是说，婆婆做好饭了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可不可以先吃？但婆婆说我可以，但我觉得我不可以，但我肚子好饿，这样。整理好了。就这样子吗？对。还是你姐姐了解你？对。我大姐姐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 nice 的，可以叫她说，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吃，我们可以一起
大家不要看电视了，公公，然后就拉他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可以撒娇啊，装个可爱啊。你是不是吃饱啦？你怎么不饿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这样子。可是第一次吃的很可以选很多自己想吃的嘛，肉也可以抓自己的。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想一个人先吃？他只是来这边要通行证的。这些东西听起来不难理解，不难理解，文化差异不难理解。。对，现在他们也适应的不错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的下一个环节，我的婆婆超可怎么那爱，么可爱让我觉得很有爱。来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幸运，因为我婆婆我们也认识已经12年。哇，因为我们跟老公在一起已经12年多，哇哦，对，然后我们以前住美国，我们是美国的大学的同学，对，哇哦，因为我老公搬来台湾，你们是在台湾结婚还是在国外结？都有，我们现在在国外结婚，然后再回来办的。因为你知道在哈萨克，如果哈萨克人要结婚，台湾人很麻烦，一定要先在国外结婚。你没办法这样子很简单跟大家一起去结婚，这样不行。不行。对，很复杂，因为哈萨克跟台湾没有邦交。对。所以比较复杂。麻烦。我们那时候没有邦交2个月要结婚啊，这个 procedure 就是2个月。先在哈萨克结婚，然后做很多 document， 然后去俄罗斯在那边也是。你说光结婚这件事就搞了2个月？哈萨克结婚，他到俄罗斯去登记，在俄罗斯登记。对，因为在俄罗斯有台湾的公司办事处。对。那婆婆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感动呢？我很爱我的婆婆，因为我刚来台湾。那时候我很不习惯，我应该是第1、第2年，我文化不一样，语言不一样。我刚来台湾，我也是自己学中文，好强哦！我不是去你没有去学校吗？就是没有，我都是看书，然后看 YouTube 这样子学中文。好强哦！所以我对中文比较奇怪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很好，可以沟通了。你比润子好哦。对啊，今天来是在恭喜。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是吗？来就得是。因为我的台语很好。哎呦，那你等一下用台语讲故事。好，你等一下用台语回答我们问题，好不好？自己 Q 自己。好，等一下用台语啊。来。对，可是那时候我很不习惯，然后因为我也找不到我的工作，因为我的工作是动画导演，所以我以前在美国。做这样子的工作，在不一样的 studio 拍动画、拍 VFX， 哦，好厉害！你是动画导演啊？对，哇哦！可是，在台湾那时候找不到这个工作。可是现在台湾也在做动画啦，比较少，很少。对，跟美国有点不一样，所以那时候你找不到工作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文化不一样，我那时候很不开心，然后。我婆婆那时候真的很有爱。我跟她说我很难搞，然后她都是抱我，然后跟我说你没关系，慢慢习惯，我帮你这样。夫妻吵爱大吹够，婆婆帮着骂儿子。他会说这个老外很讨厌呢，老外什么都不会啊，笨死了。所以你们的爱是吵出来的。对，这是他的爱的语言。我婆婆有一次，她就觉得好像真的。就是他会害怕，所以他趁我不在的时候跟我老公说，就是不希望他儿子欺负我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我跟他说我很难搞，然后他都是抱我，然后跟我说你没关系，慢慢习惯，我帮你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我的中文，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么可以了解我的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么懂我的意思。婆婆也不会讲英文，不会，但是他就是陪着，他完全，然后他那时候中文也不好，他完全了解你哈。对，他很了解我，我婆婆真的对我跟她的女儿一样。因为她也有女儿，这是很难得的事。good。对，她真的对我很好。我有时候觉得比我老公比较好，她很爱我，我也很爱她，我真的很谢谢她。所以那时候在台湾不开心的时候，她真的很帮忙我，所以这样我慢慢可以习惯，可以学多一点中文，然后找朋友，对，然后就是越来越好习惯。所以现在我真的比较在台湾比较习惯，也比较开心，我有这样子的家人。然后我刚到台湾，我们大概4个月左右在一起住，在公婆家。
然后那时候我们决定，我们可能也是自己住，因为2个结婚的人应该是要多一点空间。对，当然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很担心他怎么样，会不会不开心？我们要出去，会不会生气？可能。哈萨克会住在哈萨克也是分开住吗？不是，平常也是一起住。哈萨克是住一起。对。哦，难怪他会担心说搬出去他们可能会不高对，他们可能会不高兴。应该是看人，可是以前大家都一起住，现在应该是看人，可是我们也是我们比较保守，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部分跟台湾很像。OK。然后我那时候开始跟他说：“妈妈，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不要跟你一起住，是因为我们要自己的空间。我可以每天来帮你煮饭，还是带煮饭给你们吃。我可以帮你洗饭，还是什么都可以。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讨厌你们还是什么，是因为要自己的空间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在一个房子在你们的家附近。然后我一刚开始很 nervous。”跟他说，然后他那时候吃饭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当然你要自己住，没问题，你可以去，没关系，我很开心。”这样。对，他很了解我。哇，我老公也觉得哇，他真的很 modern 的想法。很 modern。那你的公公没有意见？公公应该是习惯这样，婆婆比较 OK。公公一刚开始有一点不习惯。听起来婆婆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啊。他决定。对。他话事。对。话语权，蛮好，很好，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婆婆很重要，很明理的婆婆，尤其我们住在台湾哈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很好。我想说的是，我跟我老公的相处模式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没有那么浪漫，我老公他比较凶。就是他喜欢骂来骂去，所以所以你们的爱是吵出来的。对，这是他的爱的语言，真的，他会说这个老外很讨厌呢，这样，他会吓到我们旁边的人。对，就是在说我，或者是老外什么都不会啊，笨死了这样。这样你就会很喜欢我老公。这样你又那我习惯了，反正他做什么笨的事情，我也会骂回去啊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习惯了嘛。可是我婆婆有一次，她就觉得好像真的，就是她会害怕，所以她趁我不在的时候跟我老公说：“你要对 Stella 好一点啊，不然我怕你们会离婚。”那时候已经生小孩了，她就很怕我们会吵到离婚。然后我老公就觉得很好笑，他喊妈。不是啦，我们真的不是真的吵架，但我听得很感动哎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是他保护我，就是不要被欺负这样，对啊。他一直以为他的儿子会欺负你，对，就是不希望他儿子欺负我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那帮你说话，对，都是有碰到好婆婆。对，荷兰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，因为你们的温度跟这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来到这边。饮食习惯各方面你是有花时间去适应，还是一来就习惯了？肉啊，就比较对，肉比较不吃。但台湾的一些青菜类的，他应该会吃的蛮开心的。台湾菜很多啊，各种。荷兰的菜多吗？没有像台湾那么多种，对。荷兰的水果多吗？也是有，可是都是进口的啊。而且很多都是冷沙拉或者是根茎类的。荷兰除了郁金香，到底还有什么？cheese， 我想一下 ，cheese 对 cheese， 谢谢，对 cheese， 就这样没了，对，就 cheese 而已。cheese， 哎，郁金香也不能吃啊。对啊。荷兰的松饼呢？荷兰松饼，对，谢谢。对，你提醒人提醒。荷兰有 pancake， 对，真的有很多。他们叫你们荷兰要什么要我们讲？你们是叫 waffle， 不叫 pancake。你们都不知道。对，我们叫做 Poffertjes。有另外一个名字。它不叫另外一个名字，它不叫 pancake。也是有 pancake， 但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小的那个叫 Poffertjes， 那个很好吃，像小的鸡蛋糕那样子。对，类似这样，类似这样。有台湾有一阵子有在卖，这荷兰小松饼好像越来越多地方在卖。对。你有去过荷兰吗？没有，不需要去。台湾比较漂亮。薛马狂赞婆婆好，却让巴育掉入陷阱。我要出去跟朋友见面，然后婆婆忽然叫住我，然后塞了3000块给我，吓到了，因为在土耳其这不可能会这样。我婆婆也没有给过我钱啊，所以这是很难得的。所以你在 complain 吗？没有啊，我爱你嘛。你有去过荷兰吗？没有，不需要去。台湾比较漂亮。
我有去你们那个 Dance Square 是不是？哦 ，Dance Square， Square，喜欢吗？很热闹，很多很有历史，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战争的历史，很有历史的感觉。我有去你们的植物园。植物园那是什么东西？他看起来对他的国家不是很熟悉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你也是4岁就来台湾。我仔地，你来台湾我仔地，他讲我仔地，哇，有荷兰人跟我讲他仔地，好厉害。他不知道他们国家的特产有 cheese 跟那个松饼，cheese 跟什么？还要别人提醒一下。好了，去吧。我也很爱我婆婆，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没有工作，所以没有收入。然后有一天我要出去跟朋友见面，然后婆婆忽然叫住我，然后塞了3000块给我说，对，拿去哦，你想要买什么就买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来台湾没有赚钱没关系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吓到了，因为在土耳其这不可能会这样。在土耳其不可能会这样。对，不可能，婆婆不会可能给媳妇钱的。不会啊，你有自己的老公给你，我为什么要给你？哦，这样的老公。对啊，我婆婆也没有给过我钱啊，所以这是很难得的。所以你在 complain 吗？没有啊，我爱你嘛。输了。我会赚钱，会给妈妈钱这样子，会给。土耳其那边的收入，一般平均一个人一个月薪多少钱？一个人现在的话，平常都是3万。一个人跟台湾差不多，但是3万，可能有些人还是比3万少，但是对土耳其的生活来说，3万是太少，因为消费高，土耳其贵哦贵，土耳其贵哦，很贵，超贵，什么东西都很贵，比台湾还贵，对。哦，我们就拿可乐来说好了，1罐可乐多少钱？因为我不想，应该是要问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一来台湾就一直喝可乐，去餐厅都因为都是看到我们的可乐便宜，那个我们的可乐便宜，因为可乐是最好判断一个国家物价的。哦，对，我有一次在那个，你就问他们可乐多少钱？那米兰，一个可乐是4块欧元吗？哇哦，4块欧元，高可4块欧元是大概这样要160吗？可乐4块欧元，贵吧？很贵，很贵哦。你嫁来台湾的时候几岁啊？我可以知道吗？22，很年轻。对，我现在才27岁。他大学毕业就来了。现在27耶，他才是没啊！我的姐姐啊。身为姐姐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一定要大义灭亲。润子来用台语讲。胖 otobai 哆来吧。什么叫拖拉一把？你是把你知道的台语丢出来吗？罗赖吧，罗赖吧的拖拉一把。他的台语都比你好，而且他的台语都是日文的。例如对不对？什么韩多鲁啊、汉改啊这种。他的台语都是日文。不能骗我。你的婆婆哪边让你很感动？我的婆婆啊，她用台语。我不会台语。我的婆婆，因为呢，她也知道我是这样子上节目嘛，所以呢，她也没在准时看电视。哇！而且如果我那个粉丝团 po 文的话，那她也马上按赞，然后呢帮我留言。对，所以她也拿到了那铁粉的身份。对，所以呢，我真的你说有那种粉丝徽章？对，铁粉的徽认证。然后呢，还有，因为呢，如果我跟婆婆说我想吃什么呢，她也帮我煮，因为我很喜欢她煮的番茄牛肉面。那她对帮我煮很多，而且她很贴心的是一个一个分装，一个人分。因为婆婆说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冷冻，然后我想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马上一个人分吃啊。对，真的我觉得好贴心。她会不会是怕你老公平常都没吃饱？没有，因为老公吃牛肉干配肉松跟白饭，那都是你的。对。然后还有，我也很喜欢白木耳汤，可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嘛，所以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煮。
所以呢，我跟婆婆说，那婆婆就马上帮我织啊。然后日本人没有在喝白没有，因为在日本没有喝这个东西，没有银耳莲子汤这种东西，没有。然后呢，材料也是婆婆给我啊，那白木啊、枸杞啊，还有链子啊，然后怎么织都告诉我。可是我还是喜欢婆婆织给我的。你到底会煮什么？日本料理，我会织日本料理是不要跟我说生鱼片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那边会，你会吗？会。然后亲子冻，亲子冻，我会都会。真的，以你刚说你会讲台语的那个语气，我觉得你说你会做亲子冻也可能是骗人的。4岁来喽，4岁来台湾。加完木喜，加完木喜也会。好，我们就相信他好了啦，相信他了。姑且相信。好啊，讲到婆婆煮东西，我也想说我很感恩我婆婆，因为我生完小孩，我不想要坐月子，外国人不想要坐月子嘛，所以我们住在我们朋友的家，在礁溪一个温泉家，很棒，就在那边好好休息。家里有温泉啊？对，楼下有温泉，然后就可以好好休息。然后那时候我婆婆因为她是基隆人，所以她从基隆拖了一个行李箱到礁溪去，里面全部满满的菜。然后她就在我们家那边煮了一堆那种月子餐给我们吃。对，他会讲月子餐呢。对啊，月子餐啊。你真的国语好好哦。谢谢，真的就煮了一些，可能里面还是有一些可怕的东西，鸡脚啊什么的。哦，对，因为你要补充胶质。鸡脚怎么会可怕？很好吃哎，很可怕的那种。对，你不要看着吃就好了，很好吃哎。我妈妈看的也很可怕，我妈妈吃肉，可是她也说这个我不行，但就觉得很感动，她带了，就是她一整个这个行李箱。婆婆煮饭，带了这些。都在行李箱哦，2包米。蒸拌面，有蒸拌面。还有带我的面呢。对。哦，你婆婆有吃我的面呢。还定格在这。好笑。哇，好棒哦。还不错。帮我谢谢你婆婆。这应该是花生猪脚，花生猪脚也是旁边有一个什么麻油什么的，帮助你那个泌乳的。对，他是这样说。外国媳妇都喜欢，台湾这里超级棒。哈萨克坐月子吗？没有。在哈萨克我们已经3天回家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尤其是剖腹产你剖腹产完成了之后，你就动不了，就很痛。对，很痛。但是在台湾有月子中心。我在台湾生的，这一半可以坐月子。日本坐不坐月子？不会，我们差不多5天是在那个医院之后呢，就马上回家。啊，如果是剖腹呢？剖腹也是我是剖腹，我7天加2天而已。对，加2天。有坐月子，我觉得有差啦。你来台湾以前知道要坐月子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来台湾才知道。你生1个还是2个？一个。坐月子，你觉得坐对你的有没有改变？你说吃那些东西有没有改变吗？我很难说，我怎么知道？他没有做啊，不然会怎么样？应该是有帮助啊。你有坐月子？有，真的很开心。是在家里还是去月子中心？去月子中心坐月子。土耳其有坐月子吗？没有。是有，但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在家里生完小孩之后，就在家里，可能有人如果有爸妈有妈妈照顾你。对，那你就像生病一样，但是不会吃特别的东西，不会。但是在台湾有月子中心，然后他们有月子餐，就很营养啊，所以每天吃就会变胖了。对，真的会吃得很营养，汤水很多。哈萨克坐月子吗？没有，很辛苦。第生小孩3天已经要回家，就要回家。第3天要回家。可是你是在台湾生的？我在台湾生的。这一半可以坐月子。对，我去月子中心有差，很有差。我有2个。你月子有做好啊，会老得比较慢。你会整个气色会很好。真的坐月子很好。人会看起来非常好。那你叫他们再生吧。很多女孩子要调身体啊，要让身体这个体质变好，就用坐月子来做。就是3个关键时期啊，第一次生理期来的时候，生小孩的时候，还有更年期。这3阶段是让女人可以维持青春啊，维持状态最好的时候。OK。
回想哈萨克的时候，每次跟我朋友说你们要坐月子，在家里坐月子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因为真的在台湾月子中心很棒。就算不是为了身体，也为了你生小孩这个心，我觉得真的需要犒赏一下自己。对，月子中心他们教你怎么顾小孩，怎么做什么啊？这样子在哈萨克，我们第3天回家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也不然就变成妈妈了。尤其是剖腹产你剖腹产完成了之后，你就动不了，就很痛。对，很痛。对啊，你怎么会上厕所？你怎么会吃饭？你怎么会照顾小孩？所以你也是剖腹。对，你也剖腹。对，你也剖腹。因为双胞胎对。因为他双胞胎。我自然产。你自然是。你有打无痛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对，水中生产。水中生产哦。在台北这里的。哦。你呢？你剖腹？剖腹啊。哦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了。看不出来他到底哪里辛苦。辛苦啊，辛苦。20岁生孩子。哦。对啊，4岁来台湾的，20岁生孩子很辛苦啊。你孩子几岁了？9岁了。哦，那11岁就算一算11岁就生小孩，你看合理吗？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怕上新闻。所以那时候很怕上新闻。那个大骗子。婆媳之间的相处本来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更何况今天4位来宾是外国媳妇啊，外国人，他们来到陌生的国家，要面对语言、文化、生活习惯差异，还有文化冲突，这些种种带来的婆媳之间的挑战，真的很不简单。不简单。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，婆媳相处呢，最重要是能够耐心，要包容，还要尊重。可是婆媳之间如果能够放下成见，婆婆愿意呢接受新的文化，那媳妇呢愿意学着呢入境问俗，双方用开放的态度来去理解对方，很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。对，毕竟婆媳不是对手，是队友。是队友。彼此要多一点沟通，少一点计较，这个家就会更幸福、更和谐了。我自己身为媳妇，也是在这边祝福大家都能找到婆媳之间最舒服、最自在的相处之道。祝福我们现场的每个台湾媳妇，外国媳妇，可爱的新住民，选择了台湾当成你们的下一个家。好不好？希望你们永远喜欢这块地方。真的希望， OK， 好不好？希望我们永远幸福，永远甜蜜。来，女王大人 ，See you， 拜。谢谢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称赞过你，可是我真的忘记了。但是你真的看到很多人都忘记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。